在俄罗斯这边遇到了中国大哥，之前是在路上行驶的途中看到我是一辆中国车辆，就把我拦下来了，邀请我来他这边大棚。大哥是在这边做蔬菜大棚生意的。然后他告诉我，这个地方有很多中国人，然后这边好多都是中国大哥，在俄罗斯这边做生意的。朋友们好，大哥是东北人吗？东北人，都是东北人。都是东北。黑龙江距离这个地方也是特别远了，这里属于9000多公里。9000多公里，这里属于车臣共和国这边了。对，就是属于南疆，俄罗斯的南疆。东北更多的是在西伯利亚那边。对，去大哥家的大棚看看。好，走。在这边种蔬菜。对，蔬菜。对啊。俄罗斯的蔬菜听说就很贵嘛。今年的菜价行情挺好。挺好。这黄瓜7块一斤。1公斤。7块1斤。好，7块。100多嘛，100多。7块1斤。这边棚里面种的都是黄瓜。对。没有棚种不出来。对呀，没有棚，在外面种气候没有棚很晚的。这黄瓜那么小都开始结了。啊，看这个地方摘黄就是比这个稍大一些，比这大一点就可以摘了。它这就是这种小黄瓜，不是我们家里那种。这个就是他们这种。咱中国那不是大长黄瓜吗？没有，这边都是小黄瓜。你尝尝这黄瓜都直接吃吗？直接吃就行。啊。这边除了黄瓜还种其他的吗？西红柿、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、辣椒。哦。出去太热，人家不习惯。走。那么当地人为什么自己不搞这个？当地人农业很少。农业少。当地人很少种农业。种不明白。技术方面等等都不熟。当地人就种啥了？大地种麦子、西瓜。啊，种他们当地之前那种。然后就是果园，现在它这属于那个南方嘛，南方有果园。啊。俄罗斯普遍的大棚基本上90%都是中国人种。俄罗斯的大棚90%都是中国人种。对，所有的就是整个的境内基本上。啊。最低的90%，像那是棚。我们种地也是种了好多地方，从北方一直种，最后种到南方。从北方种到南方。像我们种地种了10多年了，从07年种地到现在。07年就在俄罗斯这边。我俩04年就出国了，就来这边。但是没在这儿，就是已经在俄罗斯了，就是别的城市。哦，就一直现在种到了俄罗斯的南部。对，最早我们在那个西伯利亚附近，我卖服装。一直都在俄罗斯这边做生意。对，卖服装，后来服装生意这么好，去种务农。都会俄语，我看那大哥基本都会俄语。这是西红柿。这个西红柿还早，这个西红柿应该在5月10号左右才能开园。哦，在这边种大棚或者做生意，阻碍大吗？有什么其他的？目前这个地方是没有。没有。因为以前我们在那个别的城市的时候，就是各方面的部门还是管得非常严。啊，在这边还好。就是，条件也没这好。啊。以前我们种地那时候那个没有天然气儿，天然气儿没有，然后那个都烧那个棒子。啊，就像以前咱们最早那村里烧那个棒，烧，然后供大棚里面的暖。对，供大棚暖。在这里边是个管道带气儿。哦，靠这个供暖。对，靠这里边那个点了火，完在这里供暖，靠这个供暖。哦。这边工人都是当地人吗？工人不是，工人都是那个乌兹别克斯坦的。乌兹别克斯坦。对。也是出海打工的那种。对。为啥不是当地人呢？当地人嘛，首先他嘛。劳动力不像咱们那个，像那个乌兹别克了，或者像咱中国人了，劳动力不行。中国人在这边住大棚，然后找的工人是乌兹别克斯坦那边的。就是，老板也是外国人，工人也是外国人。是，老板工人都是外国人。长见识了，大哥说这边的大棚90%都是中国人在这边去经营的。对，90%都是，不光是这个车臣地区，全俄罗斯都是。全俄罗斯都是，90%都是中国人。像是大棚的农业，基本上90%都是中国人。哦，这个就很厉害了。咱们中国人在这边吧，就是，一是农业，二是这个木材，三就是服装行业，基本上这3大行业就是这些。这边是大哥他们住的房子，这边全都是大棚。如果这个不种大棚的话，也就是草原呗。对，以前咱们中国人没来的时候，都是牧草，他们放牛用的地方。啊。
看一看咱们这边。你好。 Они видео хотели снимать, они для интернета. 在吃饭，现在在吃饭。这个当地时间现在12点嘛，他们这12点到1点是午休。啊，有10个小时。工作时间10个小时上下。我家的大狗。哟，这什么犬？这个高加索的。啊，它这个脑袋特别大，不咬人。不咬人，不咬人。 特别轻，不咬中国人，太大了，这个狗特别大。这个狗真的很大。我上一次见那么大狗还是在新疆那个地方。1岁。1岁。脑袋特别大。OK。那我们俩现在，大军你几年了？你4年，4年没回家。4年。4年没回家。 4年，我7年没回家了。 7年没回家，家人都在这边吗？没有，家人现在都在国内。那你那么久没回家？我最多一次13年没回家，13年没回家，回家待了1个月。我从04年到现在就回国待了28天。这那家人呢？家人最早都在这儿，孩子那个我爱人啥都在这儿。都在这儿。后来回国了。哦。疫情嘛，回国了。行，就我自己在，我们都自己，一家就1个人。想回家吗？非常想。今年应该是没啥问题了，回家。开关了嘛？也是很不容易啊，7年没回家了，大哥。 前面那大哥3年没回家，4年，他4年，4年，也是很想回家，但是这离不开人。一是这离不开人，二是这种疫情影响嘛。啊。从19年疫情到现在，现在开关了，回国的机票便宜了。最早我们回国机票达到最高的时候达到3万到4万人民币。这边的工资水平高吗？当地？当地工资水平非常低，非常低。因为他们的当地吧。 当地可能平均的每月工资都达不到，应该都达不到1500块钱。1500块钱达不到，当地平均水平啊，平均达不到。现在就是咱们中国人来了还好，中国人来了以后吧，这个前后村啊，应该有600-700人，都在地里干活，在地里干活。他们就那种零工，按小时付费，1小时是合人民币10块到15块。也是提供了很多工作岗位的。对呀，给他是政府，我们就给咱们属于给代理当地那个工岗位。对呀。这个很厉害的也是。消费高吗？消费不算太高，就是物价和我们那边。物价分什么东西？你比如说现在就是肉食类就是比国内便宜，蔬菜类就是要比国内贵一些。大致还是差不多。大致差不多。不会差别。轻工业的东西贵。轻工业贵。轻工业东西，比如像你像咱们穿的服装什么的，都比国内贵。这种贵。咱们国内像同等的那个料子是比国内贵多了。因为这边的衣服大部分都是说国内的。是咱们国内的轻工业太发达了。对，就咱们中国的到处都是作坊什么的。你那个，因为你还不熟，你现在上超市好多东西都是中国的。商场、商店等等卖的东西都是中国的。这个区域中国人比较多，离开这个区域之后，中国人就少了嘛。车臣来说，咱们这个基地是最大的了。这个基地最大的，在这边种大棚生意，投资大吗？投资这个像咱们这种面积大棚，1年的投资在10万人民币左右。10万人民币。对。基本上在这边做大棚生意的都是东北那边的，是吧？对，东北，你像大部分都是咱80%都是咱黑龙江的。黑龙江的，都靠近俄罗斯的。吉林的少，黑龙江的非常多。内地的在这做生意几乎就特别少了。内地的几乎没有。几乎没有。虽然说都是黑龙江的多，但是这边距离黑龙江特别远。远多了。近上万公里了，每天都能看得到蛇。它有攻击性吗？你别惹它，它就不攻击你了呗。它怕人，但是你怕人。这边蛇有毒性吗？或者？有。粗的有，这么粗。2米长。经常见。总能见的，这边因为是荒地嘛。荒地。对，蛇不少见。还有什么狐狸啦、狼、豺狼、狐狸。都有兔子。现在跟着大哥去他家，他住的那边，去转一圈。这边属于比较荒了，在这边搞种植。